你在路上看到一位美女前去搭讪，美女见你举止优雅、气度非凡，决定跟你回家。到家后，你带她到你的收藏面前，拿出了2台恐龙勇士，你告诉她这个更还原，那个好帅，然后拿出了视频和图片一帧帧来对比，并大声称赞还原度。这时回头一看，人家早回家了。我个人玩玩具其实很追求简单，变形简单、帅气、扎实，那不就好了？何必纠结还原度呢？但这次 DB 与 TA 撞车了。我的工作就是拍玩具视频，那么只能给大家详细对比一下2款产品的体验、造型和还原度，希望能给大家给到买前参考。两边都是我的甲方，加上以往视频中我都很排斥完美还原度这种东西，这期视频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痛苦的。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感谢。目前 DB01已经出货，大家可以参考到时玩家的分享和视频。目前断胸和肩甲比较多。直接进入正题，先从龙形看起。整体来看，2款都是 MP 级别大比例 ，TA 从头到尾52厘米 ，DB 从头到尾50厘米。红色部分都是电镀零件 ，TA 版橙色涂装会在大货不齐。头部造型方面 ，DB 肉眼看着更大，主要是从正面看更宽。前方白色零件 ，TA 是一体的，到上嘴部分刻线更清晰，建模更立体。DB 版本白色部分是单独，细节更扁平。下嘴方面 ，DB 版左右各一颗牙齿 ，TA 版除了左右外牙齿，在后方还有2对后牙。这里动画里面能很清晰看到，后面类似舌头的装置 ，DB 可以单独活动 ，TA 则是固定的。2款的张嘴幅度是这样，都是因为嘴部要参与变形，所以关节设置位置看起来没那么自然。嘴部长度来看 ，DB 更长，而脸颊下方可以看到 ，DB 版是方形，转角更生硬 ，TA 版是更圆润处理。脖子上方有3个细节，动画里面看是实心的 ，DB 版在中间有个凹陷，距离更开 ，DB 版应该是按照老玩具细节来做的。TA 下方有个弹簧片，方便变形。DB 脖子从下方看是这样。手臂方面，二者细节差别不大。TA 右手尖刺有圆润化处理 ，DB 版这里有点刺手。可动范围2个都不错。手指前方第一段凸起应该更突出 ，DB 版更扁平，而后手指内部 TA 是直接一个弧线 ，DB 版在中间加了一段突出，动画里面则是弧线。至于管道，动画里面是有小褶皱的，一段一段的 ，TA 有这个细节，而且整个都是一体固定。DB 版管道没有褶皱细节，并且末端是插拔处理，这里把玩时是很容易脱出的。龙形前爪在人形是变手，所以 TA 版手掌整个显得更大 ，DB 版更小更细，在龙形更协调。身体侧面和龙腹部方面 ，TA 更完整，专门有卡扣固定紧实，也有连接起来的细节起伏。腹部上半部分银色，下半部分白色整体，这里与动画一样。DB 版侧面更破碎，底面上方也有银色，但是白色部分从中间断开，下方也有人形胸甲整个外露。屁股部分 TA 这里没有包裹，整体紧实，一体性好。DB 版屁股有点灾难，较多破碎零件外露和遮挡零件，这个遮挡零件显得很多余。来看到背部，两者红色部分都有3个卡位突出，铁色部分差距很大。原版动画中，前面是向上弯，后面是向下弯，并且表面整个都是凹凸不平的铁块造型。TA 版这里也是整块金属，造型和表面处理与动画几乎一样。DB 版前面向上弯的部分过长，后面更短，整块零件造型也有割裂感，表面是完全平整的。这里可能是参考的老玩具版，也是比较光滑。龙背脊柱造型这里 TA 更长，而且有6个尖儿在上面。动画里面也是6个 ，DB 版本则是外露了5个，不过也可以把后面半段翻出来形成6个，但是尾巴就无法固定了，这里的结构也不是很稳定。接下来尾巴部分 ，DB 版尾巴根部分是大块枪铁色，而 TA 版只有1根，这里动画里面也是1根，大家看图。然后可动结构部分，二者都是球冠做骨架，活动范围都挺不错。DB 版造型延续性更好，里面骨架色部分更像动画。到了后面这里 ，TA 则是上银下白。DB 版则是上白下银，动画里面是上银下白的，而在末端一点有骨节细节。TA 版本是整块上面有凸起，整体造型是连续的。DB 版本则是看起来有几个椭圆单独突出，这里动画里面是 TA 的展现方式，而 DB 版这样处理其实是根据老玩具版本来的，老玩具也是椭圆单独凸起。尾巴 TA 细节更还原 ，DB 的可动骨架更好看。下面就是腿部，也是这款玩具的核心。TA 的每一段受力关节都是齿轮的，所以站立性非常稳定。DB 版根部旋转没有齿轮，第2段也是摩擦，第3段也是摩擦，所以站立时需要一定熟练度。TA 站立非常稳固，不需要尾巴也能平衡。
并且对照动画片，恐龙腿部其实一共只有3段，第一段枪铁色，第二段白色长段，第三段有个关节点外露，是小腿部分。而 DB 版则变成了4段，第一段枪铁色，第二段白色，第三段开始有了关节外露，第四段还有关节，这里就跟动画有很大差别了，影响了稳定性，同时也牺牲了还原度。并且管道部分也是插拔处理，没有褶皱细节。动画里面恐龙登场第一个镜头就能看到管道细节 ，TA 这里也是一体的，有细节。脚掌部分 ，DB 有单独的左右旋转接地关节 ，TA 没有。当 DB 的长爪翘起时，整个完全无法站立了。TA 版则在脚趾中间多加了一段关节，并且长爪翘起时也可以稳定站立。这里是还原迅猛龙敲地板的动作，恐龙也经常做，所以也挺重要的。龙形对比下来，发现二者很多细节还是区别很大的。DB 版本某些地方更接近老玩具或者原创 ，TA 版则是完全还原动画，细节都能对上号，特别是腹部处理完整性太强。从一体性和稳定性方面 ，DB 的配重导致上半身太重，腿多了一整段，站立性存疑。不过 MP41 的站立性也是个问题，这里可以理解。TA 版站立性在大比例变形龙玩具里面算非常好的，扎实的齿轮给它加分很多。二者龙头真实大小差不多，但是 TA 手大显得头小。DB 的手处理更细长，不过四肢的管子给它扣分太多，安装不稳定，细节缺失让人很难受。龙形综合下来 ，TA 体验更好，更还原。抛开还原度，从整体收纳完整性来看 ，DB 侧面跟后面还有腹部处理欠妥 ，TA 侧面、背面、腹部收纳更好。最后就是 TA 龙形的尾巴下面有个舱口可以打开，里面有恐龙蛋，可以变成投影器。DB 版投影器是独立配件，不能收纳，二者大小差距非常大。这个留到人形来对比。龙形看到这里，大家应该也有结论了。至于变形设计，两款我都快速展示一下，从龙到人，开始变形。
两款都变形完成了。TA 采用了全新的思路，在椅子恐龙变形手脚会互换的命题下，选择了以中心为核心，直接翻转龙头，4次翻转完成了人包龙结构，只需记得开头和结尾的卡扣，就能轻松实现转换，非常享受。而 DB 版还是采用老挝的思路，将人腿通过加长连接杆往上翻，人手臂通过转轴整个往下，这与老玩具逻辑完全一样。然后由于要做假胸遮挡，胸腔部分采用了大量连接杆，甚至需要脱钩操作，在龙变人的操作空间很小，零件互相干涉大，所以会有一定几率造成损坏。用老玩具的变形思路的情况下，极大增加了复杂度，龙形包裹也不严密，其实就是 DIY 改件级别的水平。好在之前的意见有过修改，人肩膀有新增固定点，不过肩胛的滑槽结构支撑力不足，很有可能发生断裂情况。老玩具的肩膀零件组也是靠一个小卡扣固定，但毕竟这就是个 D 级，自重很小，总之变形设计不在一个档次上，这不用争论了。来看到人形细节，先是头部，头顶部白色部分 TA 是前后都有滑槽细节， DB 前面光滑，后面有，动画里面前后都有。眉心中间黑色部分是3道细节铺开，宽度差距不大， TA 一样， DB 版中间过窄并且单独凸起。翻到左边机械脸， TA 细节明显更锐利，注意脸下方有个转角，这里应该是银色， DB 版颜色错了。左耳涂装 TA 分布均匀，表现清晰， DB 版歪斜模糊。 TA 眼睛不能发光，但是左眼有弹簧小机关，可以安插特效键。 DB 版可以发光，关灯情况下就是黑的。右脸二者还有小区别，首先眼袋部分是有个专门凹陷， TA 更明显，下巴部分其实是有转角的， DB 整个拉出来， TA 是有做出转角。而翻到正面，我直接贴图，注意鼻子宽的幅度和下巴厚度， TA 默认可以完全闭嘴，看不到牙齿，打开后能看到牙齿， DB 版完全无法闭嘴，一直保持呲牙造型，看起来更凶狠。如果你想还原表情包，只能 TA 的了。再来对比下背部， TA 背甲非常厚，加上旁边整2块金属，造型完整，细节起伏很足。DB 版上方分开了一点，整块薄了很多。为了还原动画，还伸出了2根结构，这里造型也没有完整性，背算是差距很大吧。从头上方看，躯干顶部 DB 很有破碎感， TA 则是跟动画一样包裹严密，没有堆叠的东西。注意后面有2个小凸起，这里动画里面也有。胸甲部分二者电镀都不错，形状参考动画这里。其实整个形状应该是长方形横着，并且能看到2侧白色， TA 更还原，而且 TA 火种舱可以打开，他们选择参考动画这里。个人觉得火种应该是蓝色，因为原生体 X 的火种就是蓝色的， DB 就没有这种争议了，就没有火种。腰部 DB 更细，有前后左右活动范围， TA 变形关系不能向前，左右需要靠下方实现，腰厚度还是 DB 做的更细。人形尾巴接口位置其实还是应该靠上的， TA 在腰中间， DB 就是挂在臀部，钩子这里比较容易掉漆。 TA 的尾巴在人形可以直接拿下来，方便大家选择造型。 DB 是一体的。我们回到手臂部分，这个肩胛白色部分 TA 转角都有圆润化处理，特别是尖刺有打磨， DB 版塑料更薄，有偷胶，转角比较直愣，尖刺部分有点扎手。上方橙色位置 TA 大货会上漆，注意一下竖起部分是5根， DB 少了1根，而且不立体。这里动画里面就是 TA 这样。 DB 这款肩胛结构非常奇怪，一个滑槽既影响可动性，又容易损坏，大家玩的时候注意一点。 TA 下面专门有零件填补造型，不会显得空洞。我们看到右肩胛，大的刺2个没问题，小的刺应该是3个， DB 版正好是3个， TA 只有1个。 DB 终于有个更还原的地方了。双臂方面 TA 的过渡更自然一点， DB 版照顾龙形，形状有点走样， TA 都是齿轮关节。DB 版就靠摩擦了。其实我拆开过肩膀，里面是有齿轮设计的，但是体验不出来。手掌爪的部分 TA 更厚实，不会扎手，有凹凸流线感。DB 比较直愣，关节不多， TA 每根手指都能单独弯曲。2家腿部，现在看看关节表现。
，TA 齿轮关节更扎实，平转范围大，特别侧面有齿轮更好固定。DB 侧面没齿轮，平转角度小，膝盖也是 TA 扎实。然而腿的粗细，参考图1来看，大腿应该比小腿更粗的 ，DB 这里就做得很好，有把流线型和粗细把握到。TA 则是差不多粗，乍看小腿更粗。如果参考图2呢，上下部分差不多，下方又更粗。这里线条粗细看大家个人审美了。再来就是脚踝了 ，DB 版脚小，专门有左右接地关节，增加了接地范围。不过因为侧踢容易松动，实际站立表现普通。TA 版脚踝不能横向转动，通过调整爪子形状抓地，这样做让脚中间部分有一侧悬空。不过三角形也提供了稳定性，实际抓地面积更大一点。站立性和造型多样性下面的稳定性也不错，不过要是我能选，也更喜欢它脚踝能加上左右的。细节比完了，我们聊聊它的漆面问题。两款都是白色漆面加上偏光涂装 ，DB 版反射出来的效果是紫色加金色，其实比较华丽了，而 TA 版则是反射出纯蓝色。为什么会有区别呢？我们对照动画里面。在老 3D 动画光照效果下，动画组给恐龙的反光，特别是自然光下，它是反射出蓝色，在环境光下会有变化，这个要很仔细翻动画才能发现。同时 TA 白色部分基本没有色差 ，DB 还是发现了不少色差点。两款漆面还是 TA 更优秀。后面关于这个投影仪，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大，从腰部拿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跟腰差不多大。为什么 DB 会做这么大呢？因为它是参考了这张图，这里镜头畸变加上近大远小造成的。不过这东西大小并不影响把玩体验，个人认为都可以。You're disgusting。最后就是提到头身比问题了。TA 这个第一眼看明显头大 ，DB 这个头更小，身体显得修长。这种修长一般在记忆风格玩具里面比较多。BW 玩具整体风格，特别是 MPBW 风格，它的头占比一般都不会很小，动画里面头也不小。这里 TA 还是更有 BW 统一感的。说实话，这种对着动画和老玩具一点点对比，我真是很反感。本来玩具这玩意儿就是看好不好玩，质量怎么样，有什么好比的？质量能撒谎吗？但是总有人要无限挑刺，那么这期超长视频就会告诉大家 ，TA 更还原动画，同时关节表现和造型细节处理、边角打磨的体验感、整体一体性还有质量，都是 TA 更佳。如果把变形设计考虑进去 ，TA 的恐龙设计，个人觉得是整个 BW 玩具设计中前列的。DB 版就是老玩具结构的细化版，在放大过程中，对于零件重量和稳定性没有足够经验，体验、稳定性、包裹度都不够，算是半成品级别产品。毕竟 DB 的编号是01。TA 的恐龙编号是10，拿老司机与新手对比本身就不是公平之战，所以我个人并不为这期视频自豪。TA 比 DB 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是做到5-5开，那你这10个编号白做了。大家也不要对 DB 太严苛，新手都要经历成长阵痛期。不过既然是一个要花钱的商品，从完成度上 TA 可以说是完胜。DB 这款在不变形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为选择，毕竟多年前你拿老玩具去改造上色一个不能变的恐龙，代工费一套下来也得800多。如果要玩变形，要收藏整套 BW 系列 ，TA 依然还是官方之外的首选。本期视频太长，感谢各位耐心看完，我们下次见。Show Z Store, the best place to get your Transformers with the best price.